2021年9月8号深夜，网上突然流传出疑似吴亦凡现身北京某医院皮肤科的视频。在视频中，该男子穿着球服和不合脚的拖鞋，整个后脚跟都踩在地上，脚踝上带着电子锁。尽管视频只有短短的5秒，但还是有眼尖的网友根据凡凡的背影照片与视频中的男子做对比，发现照片与视频中的男子如出一辙，让人不禁感慨，这8成就是我的昔日顶流凡凡了。其实在此之前，也有许多人都曾怀疑过吴亦凡的身体健康。早在吴亦凡大红大紫时，就曾被媒体拍到过脖子后有粉红色印记，当时网友就拿这个印记调侃过凡凡。如果发现你哥的最新生图脖子或是别的重要部位有红痕，建议先别激动，不一定是你哥和 CP 昨晚睡了，很有可能是梅毒第2期症状。如今回过神来，才觉得此事可信度不小，让人不禁细思极恐。其实早在吴亦凡刚入狱时，网上就曾流传出各种他在看守所的照片，不过大多数都被证实为虚假消息。而如今外出就医的视频流传出来，瞬间便让不少人浮想联翩。从业界顶流到现在的戴罪之身，吴亦凡的监狱生活到底过得如何呢？这里是雨姐，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凡凡的狱中生活。虽然目前为止官方还没给出他的具体关押信息，不过我们从他的一众老前辈关押经历中，还是大致能够想到他过得如何。谢霆锋2002年在京中发生车祸，虽然只撞到花坛没撞到任何人，但因为他要赶一大早的飞机去工作，所以交给经纪人处理。之后英皇公司的司机陈国定来顶包，被控以妨碍司法公正罪名而被判有罪，接受社会服务令240小时。此事被香港媒体称为顶包案，曾轰动一时。没想到就在他出狱后接受常规的肛门检查时，竟发现他因肛门受伤疼痛出血，一度导致无法坐下。此事过后，谢霆锋也暂时离开演艺圈，直到2003年复出。2014年8月14号，成龙儿子房祖名因涉嫌吸毒被关押6个月。据说监狱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吃馒头和白菜，偶尔才会有鸡蛋，就算吃腻了也只能花钱买泡面，稍微改善下伙食。昔日龙二代一度沦落如此下场，真是让人唏嘘。高晓松因为酒驾进监狱待了6个月，据传进看守所第2天他就开始失眠，原因却让人哭笑不得。原来监狱里睡觉都是大通铺，犯人们磨牙、口臭、打呼噜，什么人都有。不仅如此，睡觉也没有枕头和床单，只有一床被子。锦衣玉食的高老师怎么也无法接受，前一天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他，仅仅1天身份竟会遭到如此转变。出狱后的他更是显得憔悴不已，让人完全认不出这位就是当初叱咤风云的高老师。有了前辈们的鲜活案例，网友们也纷纷开始猜测凡凡的监狱生活，甚至还给他编出了一份狱中生活作息表。6点半按时起床，有秩序洗漱如厕，衣被等个人物品摆放整齐，按要求穿着囚服，佩戴统一标识，按时清扫室内外卫生，保持环境整洁，然后去劳动。因为百无一用，只能先扫地，然后学别人如何做口罩，手笨做坏了好几个。狱警摇了摇头，心想这个绣花枕头，下次安排去做枕头。好不容易到了11点，该吃午餐了。今天午餐吃宽面，没错，大碗的，清汤寡水，但凡凡还是忍着吃完了。11点半到2点半午休，但是凡凡睡不着，因为有人打呼噜，还非常有节奏，类似 skr 的声音，这个 flow 让他流下了泪水。下午继续做口罩，渐渐的凡凡越来越熟练。到了5点收工，该吃晚餐了。今天晚餐是馒头、青菜豆腐汤。吃完饭，凡凡得去洗澡了。睡他边上的兄弟笑眯眯看着他，很贴心的递给他一块香皂。19点开始看电视，结果居然播出了自己的相关新闻，凡凡冷汗直流。后面又接着学习，到了22点，凡凡拖着疲惫的身体终于睡着了。有关吴亦凡的一天，网友们编的实在是有理有据。虽然我们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但有一点很明确，在外面纸醉金迷，在里面受人白眼，这种落差本身就已经是巨大的折磨了。想想看，谢霆锋、房祖名、高晓松等明星仅仅被关几个月就直呼受不了，而凡凡的刑期可不只是简简单单的4、5年。虽然名人入狱后生活过得十分心酸，但是于姐却完全不同情。明明拥有远超常人的特权，却还要肆无忌惮践踏法律，实在可气可恨。在中国，谁敢违法，谁就该接受法律的严惩，绝无特例。
回顾吴亦凡的明星生涯，竟也已经过了不到10年。从2012年2月15号，吴亦凡作为 XO 成员首次出道，到2021年8月9号一朝罪恶曝光，当晚锒铛入狱，前后拼搏10年才换来锦绣前程。但他从顶流到弃子，仅仅用了38天，真可谓眼见他高楼起，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于姐依稀还记得几年前她最火时参加活动的视频中的她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从人群簇拥中走出来，面无表情的抬眼看了看镜头，那斯文败类的感觉瞬间击中万千少女。如今仅仅几年间，曾经那个光鲜亮丽浑身上下都是高奢的人，就沦为了阶下囚。光看背影都能感觉到她整个气质变了，这反差实在太大，让人内心发凉。当一个人想成就自己，他需要10年；当一个人想要毁掉自己，他只需要38天。我们常说，比坏更可怕的是蠢，是弱，是无知。但吴亦凡告诉我们，比弱更可怕的是飘。很多人当初进娱乐圈，仅仅是为了作品被更多人看到，结果走红以后，作品不搞了，人品也败坏了。殊不知，最毁前途的不是没能力，而是自以为能力高了，高到可以一手遮天，为所欲为。But 自作孽，真的连菩萨都救不了。吴亦凡是悲剧，是典型的破窗效应，一次作恶得逞，就在侥幸中开始第2次作恶，第3次作恶，直至最后无法回头。当初那挑战规则的欲望，就像一丝危险的火苗，一次次肆无忌惮地伤害他人而不受惩罚，把这团火煨得越来越旺。最后这团火把自己反噬，化成地上的灰烬。正如古话所说，好一似石进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娱乐圈总是新人换旧人，说到底，这世界少了谁都可以运转，无德无才的流量明星我们都不欢迎。而要说无视悲剧的意义，大概就是无论站在多高的位置，终究要守住底线。吴亦凡无疑是2021普法教育的代名词。短短5秒的视频，无论真假，都比法制纪录片深刻，因为那是一个真正顶流的堕落史。吴亦凡号称自己是演员，但他没演出什么好戏，这人生的起起落落反倒成了他演艺生涯的绝唱。在他被千万人追捧的高光时刻，恐怕也没料到自己拿的竟是自毁式的影帝剧本。比起吴亦凡，赵薇和郑爽简直也太幸福了。虽然被罚款、被下架作品，但至少还能呼吸自由的空气。有人说吴亦凡翻车只是运气不好，娱乐圈谁不是这样呢？但于姐要说，吴亦凡翻车真不怪他时运不好，只怪他毫无底线。吴亦凡的翻车揭开了娱乐圈最真实的一幕，真正摧毁你的不是敌人，而是玩嗨了的你自己。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啦，想要了解更多娱乐八卦，就赶紧关注我们的频道吧，于姐与你每晚不见不散哦。不是人啊，模样些较高，人些终究看天下。不的人啊，终究一把鲜花，为繁华与你就给也好。